你的左边卵巢呢有一个 chocolate cyst， 它不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东西。10% of women， 你不要听那些就是直男跟你讲，每个人都是这样痛的，你不要 overreact。Hello， 大家好，早上好。可以说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啦。然后现在我是要出发去 Medical Center 去检查我的子宫，这是一个我几个月要做一次的检查啦。OK， 因为我的子宫那边上次是检查到有那个血瘤，然后是有在接受治疗，所以我们几个月要去看一次，去看它 behave 到怎样啊。Okay, so let's go. Hello， 大家好。So 我现在是在 on the way 回家的路上啦，我已经看完医生，然后拿完我的所谓的成绩单了。OK，So 整个过程 from 我 register 到我给钱就花了整5个小时的时间。每次来见这个医生呢，都需要等比较长的时间啦，因为很多人来看他，所以我也是习惯了啦。So 关于我这个成绩单呢，不知道你们看得懂没有 ？OK， 里面是没有生命的。可是这个其实以好的成绩单和坏的成绩单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好的成绩单啦，因为我的这个瘤呢，在我上一次来检查到现在呢，它又变小了。OK， 所以就讲我的身体在对我现在在进行的治疗有很好的反应啦。Hello， 大家好。OK，so 今天的话呢，我是想要分享一下我有子宫血瘤的这个经历啦。OK，基本上子宫有瘤的话其实它分为几种的，一种就是我有的就是血瘤咯，另外一种呢是水瘤，然后我还听过肌瘤之类的东西啦，应该就是这几种啦。OK，so 因为我自己比较了解的是血瘤嘛，所以我就会跟你讲一下血瘤的经历啦。子宫血瘤到底是什么嘞？然后又是怎样形成的嘞？OK， 我医生啦是这样子跟我解释的，因为我本身不是读医科的，然后他其实也是跟我解释到蛮详细啦，就是我们普通人也是可以明白的一个原理啦。OK，so 我就照他解释的来解释给你们听。OK，你们尽量的话就无视掉这个黑色，就是它画下去的东西啦哈，就看这个蓝色的东西。OK， 基本上呢，这一个蓝色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女生的 reproductive system， 生殖器官啦。OK， 就是let's就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呢是我们的子宫。突然间忘记了。OK， 这个是我们的子宫，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卵巢，我们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一个，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阴道啦。OK， 通常我们月经是怎样形成的嘞？就是我们每一个月嘞，通常它都会为了我们要怀孕做准备，就是我们身体很神奇的地方啦，就是每一个月嘞，它这里的那个子宫墙壁叫做子宫壁就会增厚了嘞，就方便就是可能讲我们受孕啊，我们的 baby 那种胚胎啊，它可以在这里就是比较安全的成长这样子啦。可是如果当我们没有受孕的时候嘞，那个子宫的墙壁子宫壁就会脱落，然后它就会形成我们的月经，所以就变到我们每个月都会来月经。OK， 为什么这个跟血瘤又会 related 嘞？每一个月我们的子宫壁都会增厚的嘛，是不是？对不对 ？OK，but 有一个症状，它的名字是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讲你子宫里面的那个 cell 啦，它跑去其他的器官了，就有时候它可能会跑去你的左边的卵巢、右边的卵巢，或者是其他非常特别的器官。可是比较多嘞都是它的 cell 跑去卵巢啦。So for 我的 case 嘞，就是我的子宫的里面的 cell， 它不懂为什么
for unknown reason 啦，它跑到去我左边的卵巢，所以变到它每个月它的子宫壁增厚的时候这里的那个 cell 也是会跟着增厚的。But 当它来月经的时候这里的那个血块它排不到出来，因为它是从这里脱落的嘛。So久而久之，我每个月的累积的那个血嘞，它就会越来越大，大到嘞它又排不出来所以它就变到它有一块血在我的左边的卵巢这里，然后那个东西嘞就叫做血瘤。In other words， 有一些人他们会称它为 chocolate cyst 这样子的东西，因为血有时候它怎样讲久了它会变那个巧克力色嘛，所以它就会变成 chocolate cyst 咯。OK，so 刚才我拿那个纸来跟你们解释，你们应该知道子宫血瘤是怎样形成的啦。OK，so 子宫血瘤这个东西呢，其实它不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东西，就是它在我们女性里面呢，其实是蛮 common 的，就是 10% of women。他会 experience 到这一个东西啦，所以我个人是不是很担心，只要有接受治疗，有看医生就安全。OK，but 我是怎样发现到我有这个子宫血瘤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在2年前 ，before 2年前啦，我发现之前啦，其实我一路以来我都有那个 period pain 的症状，就是我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呢，我都会有一天是必须要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做，因为实在是太痛了。OK， 一天。然后其实我个人是认为还蛮正常的，因为不一样嘛，有一些人他会比较痛，有一些人他会比较不痛。可是2年前，当我就是接近要发现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会发现？是因为我从1天的痛变到2天，变到3天，甚至到最后的时候我来 period 真正来 period 之前的前1个礼拜我的肚子都在痛，而且它不是痛在中间的地方，它是痛在左边。So I know something is wrong 啦。而且我痛到的那个程度是我会冒冷汗，然后有时候我还会吐，就整个脸色很苍白，什么东西都做不了这样子。就当我发现我的为什么只是左边痛罢了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肯定要 check 一 check。结果呢，我就去看那个妇产科咯。所以妇产科那个时候呢，他就跟我讲，我给你看一下。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去照了这个超声波啦。就这个东西通常是你什么时候会看到呢？是人家有 baby 的时候他们会 show 的嘛，是不是？可是这个呢，你可以看到我的是没有 baby 了。OK， 所以他那个时候我就去照了那个超声波，然后他就讲你的左边卵巢呢有一个 chocolate cyst， 然后它的 diameter 是 around 4.7 cm，which is如果是chocolate cyst 的话呢，其实算是蛮大啦。所以那个时候呢 ，doctor 他是给我2个 solution 啊，一个就是开刀，一个就是吃 contraceptive pills， 就是避孕药来控制这个东西。开刀的话呢，不是讲不能，它是可以把那个 chocolate cyst 拿出来 ，but 它 ultimately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 chocolate cyst？ 是因为我的烧跑到去我的卵巢那边了吗？所以以后我来月经的时候呢，那个 chocolate cyst 它还会再出现的。所以开刀的话呢，它只是一个暂时的方法。然后其实 contraceptive pills 它也不是完全解决到这个问题啦，它只是讲OK 为什么会有血流呢？是因为我们每个月都来 period 嘛，是不是？ So 我吃这一个避孕药，我就可以 control 到我的 hormone， 我就可以 control 到我不要来这么多月经之类这样子的东西。So 我是先选择了试看吃这个避孕药，看它有没有效果。So 我到现在为止啊，我是吃了2年，然后对我来讲啦，就是我吃的很 lucky， 其实很 lucky， 我很 lucky， 就是
我吃的第一款避孕药嘞，它就对我的那个 cyst， 就我过后去 check 的时候嘞，它就变小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最后最近我去 check 的时候，它最大的 diameter 嘞是1.7 cm 罢了。所以就是讲，我的身体 respond well to these contraceptive pills 啊 ，OK，so 可是吃避孕药嘞，很多人又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以后怀孕呢？这个是不会啦，反而是我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者是讲我的有血流这个东西，是会弄到以后如果讲要怀孕的话，不是讲不可能，只是讲那个几率会比较低一点。OK， 然后有一些人还会担心，就是吃避孕药会不会有它的 side effect 啊，或者是什么？ OK， 那个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吃的时候啦，我也是有一点担心，因为我听人家讲就是吃了荷尔蒙药突然间发胖，或者是讲情绪不稳定啊之类的。我自己本身的经历就是，一开始吃那个避孕药的时候嘞，我是可能情绪比较没有这么稳定，就是晚上会失眠啊什么什么。可是过了几个星期，其实就 OK 了的。然后变胖的话，我是觉得还好。OK， 可能我很 lucky。OK，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side effect 哦，我不能讲它不好，它是对我来讲很好，因为它就调我的荷尔蒙嘛，所以有一些人他会问我，为什么你皮肤这样好了？我以前其实几年前我是还没有吃这个之前啊，我是一个痘痘女来的。OK， 可是吃了过后，基本上我也不需要化很浓的妆去 cover 我的 pimple 啦，就是我皮肤是真的变好了啦。可是of course 我也不建议，就是你为了要皮肤变好，你就去吃荷尔蒙药。OK， 什么都要问过医生的建议。OK，so 这个影片就来到尾声了啦。So 拍这个影片是希望各位女性呢都会有这一个定期去做身体检查的这个概念啦。尤其是那些就是period非常不准时的，或者是讲你每次period都痛到生不如死的那些女性，你们一定要去做检查。你不要听那些就是直男跟你讲，每个人都是这样痛的，你不要 overreact。或者是哎呀，你去喝热水就会好了。OK， 不要听这些。OK，at least 你去看了医生，如果讲是完全没有事的话，当然是最好。可是如果有事的话 ，at least 你知道是什么。OK，so 一定要去做这个定期的 body check up 啦。然后我就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到你们。然后我们下次见。OK， 拜拜。